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赵丽颖3大喜讯震撼整个内娱，38岁完美逆袭，亲手撕掉贴了多年的豪门标签。38岁赵丽颖沉寂整整1年，2026年5月拿着一张澎湖海战的角色海报杀回公众视野，直接把贴了她好几年的标签全撕得粉碎。离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全网都在说她是豪门弃妇，说她失去婚姻就没了靠山，一辈子都摘不掉攀附豪门的帽子。刚离婚那阵，她在节目里说孩子跟着爸爸生活，对方条件更好，那憔悴模样被拍下来，多少人说她这一局输得彻彻底底。那时候谁能想到，她消失的这一整年根本不是躲起来偷偷疗伤，是闷不吭声攒了3个足够炸圈的大招。第一个大招就是拿奖拿到手软，直接把流量明星的帽子扔了。2025年她靠《风吹半夏》里的许半夏拿了飞天奖和金鹰奖双料视后，是85后女演员里第一个拿到这个成绩的人。之后又靠第20条里的聋哑母亲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，至此集齐了中国电视剧3大主流奖项，转型版上钉钉。2026年初更拿下国际突破，在欧洲世界电影节全球观众最喜爱演员评选里排女演员第6，还是唯一上榜的华人。这个奖项规则特殊，必须海外 IP 加当地银行卡付费投票，彻底杜绝粉丝刷票，含金量根本不用质疑。这些成绩不是天上掉的，都是他一个角色一个角色磨出来的。演基层干部的时候特意暴晒成小麦色贴近角色，为了一段手部特写的戏，反复练习到指关节发炎。现在圈内统计过，85花里能同时扛住商业剧收视和正剧口碑的女演员占比不到30%。赵丽颖拿了奖大满贯，还能保持电视剧收视率年均破1%，这个双优势放在圈内，没人能跟她比。这次回归带的作品是筹备了34个月的历史巨制澎湖海战，她演明代侧夫人黄河娘。目前放出来的物料里支漏了一句可否保我郑氏全族平安的台词，已经能看出乱世女性的那股韧劲儿。第二个大招是商业版图彻底铺开，把农村出身就是土的偏见砸得稀碎。早年刚红的时候，她因为穿搭被群嘲土气，说她撑不起高端品牌。2026年直接打了所有人的脸。纪梵希官宣她成为全球彩妆及香氛双线代言人，是品牌史上第一个拿到这个位置的华人。现在她手里握着戴比尔斯、奥迪等13个高端代言，品牌续约率高达 94.7%， 商业价值评分直接断层第一。她登顶 L 金9封面，黑裙露杯大片放出来2小时。直接带动杂志卖了4000册，刷新了85花的时尚销售记录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冲高端的时候也没丢了接地气，还一直跟认养一头牛这类国民品牌保持合作。这种高奢加国民的双轨路线，不仅打破了出身偏见，还让他的公众好感度直接涨了 40%。2026中国艺人商业价值报告里显示，提到赵丽颖，78%的公众第一反应是专业敬业，这个标签的认可度，圈内没几个人能比。第3个大招就是直接用行动堵了所有造谣的嘴。去年她突然消失的事儿，现在终于说清了。2025年底，他刚靠央视剧《小城大事》创下3天播放量破10亿的成绩，转头就淡出了公众视野。那时候全网猜什么的都有，说他秘密怀2胎，说他恋爱脑要退圈，还有人翻出他早年的旧话炒冷饭黑他，
那段时间他口碑一度滑坡，换别的艺人说不定早就出来发声明卖惨澄清了。赵丽颖半个字都没说，全程沉默应对。直到这次澎湖海战官宣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她把所有精力都砸进了这部戏里，根本没空跟网上的闲人扯嘴皮子。其实从进入娱乐圈开始，赵丽颖就一直活在各种标签里。2018年跟冯绍峰结婚，大家说她奉子成婚攀豪门，是靠男人上位。2021年离婚，又给她安上弃妇争产的标签，怎么难听怎么说。她从来没对着这些留言哭天抢的卖惨，反而把现实里遇到的这些困境全揉进了角色里。从幸福到万家里不认命的农村媳妇，到风吹半夏里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，她演的大女主从来不是剧本写出来的，是她自己活出来的。你看看现在同期的85花，杨幂因为作品口碑下滑跌出顶流阵营，刘诗诗被批佛系发展停滞，杨颖妮妮也因为缺了重磅作品逐渐边缘化。娱乐圈就是这么残酷，没人会一直记得你过去的成绩，观众只认你最新的作品和手里最硬的奖杯。赵丽颖从河北农村出来的中专生，摸爬滚打20年，到现在成了内娱第一个拿奖大满贯的85花，根本不是什么爽文主角的天生好运。她没有天生的光环，就是一次次被质疑，一次次埋头干活，用作品代替辩白，从来没停下往前跑的脚步。之前向太夸刘亦菲是天生富养出来的好状态，赵丽颖就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另一种活法。真正的豪门从来不是嫁出来的，是自己一手一脚拼出来的。真正的富养也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对自己的锻造。现在她手握作品、奖项、商业3张王牌，争议还是没断。有人说她转型牺牲了个人生活，也有人说她一直连轴转，会不会哪天撑不住？这些问题其实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放在20年前，她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，是等着被资本挑选的棋子，是舆论可以随便定义的新人。现在她在娱乐圈的牌桌上，早就从那个等着被发牌的人，变成了自己制定规则的人。接下来的路怎么走，下一个10年她还能闯出什么样子，没人能说得准。毕竟她这辈子从来都是不按别人给的剧本走的。